就是哪怕这个东西是在别人眼里天方夜谭、不切实际，而且甚至会投来异样的眼光和贬低，你都不要放弃，因为你只要朝那个目标走，你有一天终会到达那儿的。所以你只要坚持做这件事儿，时间一定会给你答案的。讲真的，笑得不可得，是骗了你我都疯狂的。我在意的不是他，我在意的是你。有请刘宇宁。Hello， 人民日报新媒体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宇宁。每一次经历这种人觉得我不配做某一个行业或者某一个职业，或者是做某一件事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极其痛苦的。这人就是倔强。我觉得就是现在，我觉得那一段经历，包括我之前所有的经历，对我现在做演员这件事非常的好。就是那个时候你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，你就知道啊，我在这个街上唱，我可能有一天会真正上了大舞台，你会充满期待。虽然就是可能环境比较艰苦，然后包括一些路人的投来的这种看我们像看那种怪物的那种眼光，其实我觉得到了今天，我都是很感谢那段经历，因为它让我练就了一个，首先是不怯场。就是你想想，我在大街上唱，然后走来走去的人可能都不认识你，你都没有说害羞啊，或者什么介意他人怎么看你。我觉得那段经历给我的成长是很大的。就包括今天我做演员的时候，如果我去饰演一个，好像打个比方，就是追求梦想也好，坚定啊，我只要把我的脑袋回到那个时候，就可以调用那个时候的情绪，那一定是幸运的，对吧？一定是幸运。为什么？因为甚至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，你可以看到很多非常优秀的人，他们比你唱得好，甚至比你优秀，比你更加的怎么说呢？就是这个专业性上比你更加厉害，但是你能走出来，那一定是幸运的。最大的挑战，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我说其实刚出来的时候，大家可能不太认我是歌手，那没关系啊，所以我就不停的发歌，不停的接 OST， 对，我这5年唱了200多首 OST 了，当然也是我有我自己的那个审美的。我只要喜欢我就接，我就要做歌手，我要发我喜欢的歌，所以我就通过大量的这种 OST 让大家认定我是歌手这个身份嘛，就是量变产生质变嘛。你接的多了之后，你真的知道什么是好的，而且你接触了不同的制作人，然后不同的编曲老师之后，你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会学习到很多。所以慢慢我也是找到了自己的一个也不能说风格吧，自己的一个舒适区嘛，然后也知道自己喜欢什么，自己要做哪个风格的。其实这是我第2次巡演了吧。我第1年巡演的时候，我刚出道了不到1年，那个时候就想开演唱会，因为我觉得作为歌手，而且在我那个时候在街边唱歌，演唱会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可能做到的一件事，也不可能发生的一件事。当我那一刻有机会做这个演唱会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做，我怕我以后不红了，没有机会做了，所以我现在一定要做。那个时候就卯着一股劲儿，然后找了最好的一批制作人，然后制作公司又精心做了一张专辑之后，然后去开了我的第1场演唱会。那个时候对我来说，那个绝对是冲动和梦想的实现，就是我一定要开，而且我要实现我的梦想，我要在短期之内实现我的梦想。那现在可能我这时隔5年之后又开演唱会，可能现在我的心态又不太一样了。首先我就是个歌手嘛，歌手一定要开演唱会，因为你喜欢那个舞台，你知道来的这些人都是爱你的，他不爱你，哪怕他不爱你，他也是认识你刘宇宁的，所以那个氛围会让你，他们的鼓励，他们的掌声会让你更加有信心，你有更好的状态回馈于他们。所以这一轮演唱会对于我来说是更加的深刻且更有意义的，更放松，更能够怎么说呢，认可自己作为一个歌手站在舞台上给大家唱了一场演唱会，就是那个精心的舞台嘛。因为这一次我想说让大家来了觉得值得，所以呢，无论从整个舞台的舞美设计，包括所有的里边的穿插的 MV 拍摄，包括所有的服装全部都是定制的，我一定要给他们就是当年我刚1巡的时候没有给他们更好的那个遗憾。对，所以今年真的准备了很多，就是上一轮演唱会的一部分大家互动非常好的那个曲目拿到今年来，他们听到这个就可以让他们回到5年前，就是那一刻的他自己，他在经历什么，他看到了什么，他来看刘宇宁的演唱会的时候他是怎样的生活。其实音乐就是有这种魔力的，所以也会在一些环节上有一些这种小巧思啊。我从小就喜欢看剧什么的，所以我梦想当演员。当我真的有机会去做演员的时候，我就好开心，我也好认真，而且我从第1部戏开始，我就带着表演老师在我身边。其实就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，我每天收工了之后回来我要上课，对第2天的戏，然后包括台词上的东西，我的口音其实很重的，然后每天回来上台词课，然后去研究第2天的戏。
所以我也感谢那些给我机会的剧组，因为他让我就是在实践当中学习，而这个进步是很快的，而且你会今天想到的东西，你明天就可以实现它，然后你又可以去验证它的对与错，所以我很感激那些剧组嘛。然后但是有一个组的那个时候，那个就压力比较大，戏份相对比较重一些，那个角色也比较复杂，然后可能那个时候就会遭受一些打击，觉得自己好像不够好。然后呢，包括那个整个现场氛围也给了我很大的压力。我记得那天有一天，我就回到房间，我就走到卫生间里水池的面前，然后那一天我真的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跟自己说：“刘宇宁，你好好当歌手就得了吧，你为什么要来干演员？你为什么？”是真的，那一刻我永远都记得，对自己产生怀疑，我是不是不适合干这个？但是，我好像回头想想，那部戏给我的成长是最大的，因为那部戏拍完，我真的知道了台词上逻辑重音是什么。然后你的表演节奏是什么？就是你反而给你那么大的挫折，那么强压力的一个环境，你会发现，你回头再看的时候，那个都不算什么，反而那部戏让你成长是一个质的飞跃。觉得我真的因为那部戏成长了很多。是，其实现在回头看会觉得有一些艰辛，但是当下肯定不觉得艰辛，因为你是有希望的，对，你有目标嘛，你知道你要去哪儿，你想要做成什么样，所以在这个奋斗的路上，你可能你当时就是专注，你就闷头干。你就是卯着一股劲儿，你就奔着那个目标去，可能当下你觉得，哎，我能坚持，我可以，哎，我不能让自己停，我要那个，因为我要去到那个地方。像那个《长歌行》那个时候，我就说，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拍古装戏，我想说，我拍完这个《长歌行》，我一定要知道古装戏是什么东西。作为一个演员演古装戏要怎么演，我得把目标定下。比如说，古装戏需要体态、古韵台词和你真正的这个怎么说的这个精气神的东西。所以我就 get 到了嘛，就会这样。我现在一直就是这样的，拍每部戏都会给自己立一个目标，一念关山的目标是如何能够演好一个男主角。对，因为那个是我第一部古装男主，真的是第一部古装男主。那个因为之前都是一些配角嘛，对，而且戏份很少，多的也就300场戏，但是一念关山是将近600场戏，他对你的那个压力和就是要求是很高的。书卷一梦，他是饰演2个角色在里面嘛，就是有一个大众面前的身份，是一个皇子，那其实背地里他是一个江湖组织里的一个首领嘛，所以他这个对我来说是个挑战，就在一个戏里尽量演2种人物性格，挺好玩的一件事儿啊。以前我可能一直想要奔跑，就是我是那种只要3天没有工作，我就会焦虑到不行的那种人。对，我会非常焦虑，就是我会问我团队，我说我已经2天没上班了，我们明天干嘛呀？说明天我们还休息，完了觉都睡不好，我是属于这种的，就很焦虑，很想往前奔跑。但我现在好像就好了很多了。大家都说，哎，工作和生活分开啊，工作是工作，生活是生活，但是工作就是我的生活呀，在我心里，它就是我的生活，所以我现在并不逃避它，也并不急于追赶它，它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，而且它占据我生活的大部分，它也是我的生活。然后我现在可能没有那么的急了，说今天这个工作，我可能更加的要求质量了，和我喜欢和它真正有意义的一件事了。盘串刷核桃啊，就是干这件事儿，我就觉得很解压。对，我就看到它从一个木头的东西，一个植物种子，然后慢慢的这个有了韵味，然后变色呀，再到玉化呀，然后再回头我再上网去买一些珠子，买一些就是那种搭配的那种老珠子，然后自己在家给它穿绳，自己编。就是我就会上网去学绳结，对，学这种各种什么那个金刚结啊、蛇结啊这种的，然后包括搭配的理念呢，然后这个珠子适合配什么颜色啊什么，就是我喜欢研究这个。我可能每次穿完一条特别好看的那种手串，我就戴手上，觉得很开心。我之前看的好重啊，我之前觉得这不天塌了吗？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一度啊，非常的痛苦，半夜睡不着觉。就是我这人就是因为我就是一个离不开互联网的一个人，我时时会刷各种软件。然后看上面的一些东西，那总有一部分人就是天天的，就是说我这个说我那个，我就觉得很难过，我就觉得很难过，真的很难过，那怎么办呢？然后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就是为什么我们无仇无恨的，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就是会很难过啊，那个时候真的会。但是就近1年半的时间，我突然间觉得，就是我无论做什么事儿，我都会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我是会突然开窍。这件事我也开窍了，我现在就是因为有一天我想明白了。就是网上这些人对你不认可也好，骂你也好，这些人是谁？你认识他吗？你并不认识他，那我为什么要在意他说什么呢？他的评价呢？我只要认定我做的事是3观正的，
事情是对的，而且那是我想要的，那我就去做嘛。当时其实你想想，我从一个街边唱歌的，突然可以上这么多大舞台，哪怕咱不说歌手嘛，像以前的一些综艺节目啊，跨年晚会啊，我都能上去了。我如果没有这些人就是贬低我，觉得我不配，我真的会怀疑我那个时候会很飘，我可能就觉得自己可以了，自己行了，但是我有可能就会走上一条歪路，我就不会知道我真正要什么了。对，所以其实到今天包括我演戏，包括我就是所有的一切的工作，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时刻督促着我不能飘，你还不够好，你还要继续努力。只是说这些东西对我来说，其实某一个角度算是激励了啊，所以我就会把这些所有负面的一些东西转化成自己的力量，这样就会让我继续前进嘛，对吧？直播，我为什么直播？就是因为我不会忘了来时的我的那个样子，就是还是要做好的东西，做有品质的东西，不要消耗自己嘛。对，无论从歌手也好，从演员也好，我都是就是不希望让自己成为一个没有自己想法的一个人。对，我就很坚持自己的想法，从来没有。这些表现都是称赞，那当然负面的我想撕掉啊，所以我一直在努力。这些都是好的，对，因为都是我来时的路积攒的贴上的。我就唱了这么多 OST 才会有一个 OST 标签，我演了很多这个悲惨的角色才会有这么一个贯穿我青春的那个，一定是梦想。说的可能有点大，但是问题就是那个时候你就会做很多不切实际的梦，你会幻想，哎，我看到这个可能很小很小的时候看到这个歌手在舞台上唱歌，我说我有一天像他那样。但是我家里没有从事这个的，而且我也没有家庭条件，也不允许我从事这个。但是我就喜欢做这个梦，我觉得那就是那就是我的梦想，我就要成为那样的人，我要到那儿去，我要做歌手。对，所以我整个青春都是在想这件事儿啊。我觉得就是你只要在你年轻的时候，你要大胆的敢做梦，就是哪怕这个东西是在别人眼里天方夜谭、不切实际，而且甚至会投来异样的眼光和贬低，你都不要放弃。因为你只要朝那个目标走，你有一天终会到达那儿的。哪怕你没到达那儿，打个比方，我的梦想是要成为特别厉害的那个歌手，但我在半路下车了，我也是一般厉害的歌手。我是这样告诉自己的。所以你只要坚持做这件事儿，时间一定会给你答案的。就是努力的年轻人，我觉得就是还是多学东西。就哪怕你这个现在的工作不是你特别喜欢的也好，或者是生活上遇到一些挫折也好，就是要多学东西啊！尤其年轻人一定要多，无论什么东西都可以学，因为你不知道在未来哪一天你就会用到它，而且它甚至会让你在你的现有行业从事的行业当中成为佼佼者。所以你永远不要嫌自己技能多，年轻一定要多学东西，什么都可以，哪怕你现在工作生活有压力，也永远不要放弃。